家好，我是小金哥。今天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一块在我面前的牛里脊。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国外有人用烤炉去做惠灵顿牛排，所以我也特别想尝试一下。因为惠灵顿牛排前期处理的工作比较复杂，且它对火候的要求特别的高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烧烤的难度还是挺大的。希望这次不要翻车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处理这块牛排吧。首先我们去除一下这块肉上的筋膜。好，筋膜去除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再给牛排进行一个基本的调味，用盐，盐可以少一点，因为后面还会加火腿，还有蘑菇泥，然后就是黑胡椒，调完味之后，我们再把牛肉捆起来，这样的话有利于它定型。当这块牛排捆扎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牛排快煎一下。这一步做的目的就是封锁住它的汁水。大家看到这个锅的状态，一定要让它等到它冒青烟的时候，倒入油，然后下肉，每一面不要超过1分钟，四面都一定要全部封边。OK， 煎成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。牛排烤完之后，我们给它涂一层黄芥末酱，一定要均匀的涂抹在四边，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OK， 现在我们的酱料都已经涂抹完毕了，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冰箱冷藏15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锅制作一个蘑菇酱。先加入一点点黄油，黄油全部融化之后，我们再加入口蘑，就这个，然后再加入鸡汤，炒蘑菇的时候，其实之前那些调料都可以大家随心所欲的加。然后炒这个蘑菇的环节，大家需要耐心一点，就是要把它的汁水全部收干才可以。蘑菇酱一定要弄干，这样接触到酥皮才不会软，吃起来更加的脆。我们的蘑菇炒成这样的状态就 OK 了，看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炒好的蘑菇搅拌成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组装惠灵顿牛排的内馅。首先，我们先铺上一层帕尔玛火腿。铺好火腿后，我们再铺上一层蘑菇泥。接下来就可以把我们的肉放在上面了。不要老把之前的捆绳给去了，因为我们这块肉比较宽，所以还在上面再涂抹一点蘑菇泥。帕尔玛火腿，好，接下来把所有东西都包裹起来，然后之后把它裹起来，一定要裹紧，像这样滚2圈，它就能滚得越来越紧。当它滚成这样的时候，就差不多 OK 了，里面一定要滚紧，让空气全部排出去。像这样的状态，我们再放到冰箱冷藏半个小时。趁着冷藏的功夫，现在我们处理一下酥皮。首先，我们先撒上面粉，防止它粘连。然后把它涂抹的均匀一点，之后我们再放上酥皮，因为我们这块肉比较大，所以可能会用到2块到3块酥皮，所以在粘连酥皮的时候，我们要涂抹上蛋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放上第2块酥皮，接下来我们拿擀面杖把中间的结合处擀一下，使它更紧。好，等酥皮擀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肉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然后放到这个酥皮中间，然后把这个酥皮包裹起来。像酥皮包成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给它再增加一个做作的装饰。
成这样之后，我们再给它刷上一层蛋液，让它起酥之后的颜色更好看一点。哦，是蛋黄液，我之前说错了，不要用蛋白，里面不要含有蛋白。刷完蛋液之后，我们所有的组装部分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把我们组装好的惠灵顿牛排放到冰箱，再冷藏半个小时，让它定型。由于我们用的是户外的烧烤炉来制作的惠灵顿牛排，所以我们要在烤网之间垫一个像这样的铁盘，然后铁盘上面再上一层这一个可食用的硅胶套。这一般是烘焙使用的硅胶套，没有毒性的，就算温度再高也不会有毒性。然后再垫上一层烘焙纸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惠灵顿牛排它那个底部焦掉，所以一定要用这样的烤法。好，现在我们惠灵顿牛排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准备完毕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进烤炉，烤炉的温度大概在220摄氏度左右。好，我们现在烤箱的温度大概已经到220摄氏度了，然后我们打开来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大概焖烤40分钟左右，然后当它的内部达到44摄氏度的时候，就可以取出来了。我们耐心等待一会儿吧。趁在外面等的这段时间，然后我再给自己调杯饮料。今天就喝雪碧了啊！喝。接下来我们就默默的等着，然后等它烤好。好，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打开烤炉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表皮还烤的还是挺不错的。好，我们测一下内部的温度。哦，46摄氏度，有点超过了，但是还能接受。好，我们让肉再醒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。惠灵顿牛排就烤完了，然后看今天这个成色，感觉烤得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小小的遗憾。我们刚刚在脱模的时候，把不小心漏了个角，有点汤汁洒出来了，应该无伤大雅。接下来我们再切开来看一下吧。好，切开来感觉还是不错的，然后就是里面特别的粉，然后就是里面的汁水有点多，然后下面的那个底有可能会软掉了，但是应该不影响口感。接下来展示环节，请观看视频的小伙伴先吃。接下来我再尝一尝，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滋味。这次我就直接用手了。感觉这打开的时候超爽，有点可惜，下面的底掉了。不影响，我们直接一口连着上面的酥皮，还有蘑菇酱以及帕尔玛火腿。一口上去，首先是它表面那个酥皮特别的脆，火腿还有蘑菇的香味，然后最后就是一大口肉，给你超满足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。就是感觉这次腌制的时间还不够，中间的牛肉还没有怎么入味，有点淡。蘸下面这个酱，下面这个蘑菇酱再配上这个火腿，吃起来真的太香了。
还有一块酥皮，别浪费了。简直完美。好，我们试吃的环节就已经结束了。接下来的话，这些惠灵顿牛排我再和我的其他小伙伴一起分享吧。我来点评一下吧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一次烤惠灵顿牛排还是挺成功的吧，就是里面这个肉的状态，还有表面的酥皮都是挺好的。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尝试做一下。但是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说里面的汁水太多了，就是说导致它底下的那个酥皮啊都已经软掉了，然后吃起来没有那么酥脆，但是整体口感还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有懂行的小伙伴，可以在评论下面留言，然后告诉我为什么这次烤的汁水这么多。总体来说，这一次烤惠灵顿牛排难度还是挺大的。其实我一直担心它的表皮有没有真正的达到我理想中的状态，或者说它的内温够不够。然后所以在期间我其实有多次的去测量它里面的内温，但是最后还是有点偏高了。其实最理想的温度是在44摄氏度，那今天我们是46摄氏度嘛，争取下一次再把温给控制得更好吧。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1键3连，多多支持我们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